2023年12月23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有超过3000名朝鲜士兵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丧生。而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也称，自朝鲜军队于12月初投入战斗以来，已经有1000名朝鲜士兵死亡或受伤。这两个数字的真实性我们无法考证，但毫无疑问的是，流传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中多了许多亚洲人的面孔。朝鲜作为世界上最神秘、最封闭的几个国家之一，从建国以来就没有进行过任何对外战争。那么朝鲜为何要赶在这个节骨眼上派兵前往俄乌前线呢？朝鲜军队的实力究竟如何？能否改变当前的俄乌局势？俄乌战争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那么首先我们想知道的是，强大的俄罗斯为什么要请朝鲜军队进入乌俄战场呢？即使是乌克兰蹉跎了3年，但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仍然是世界前列的。各位大可以随便去搜一个军力的排行，俄罗斯都不会掉出世界前3的位置，而乌克兰和朝鲜的排行都在10几名开外。实际上，俄乌战争开打之前，任谁都没有想到乌克兰竟然能够支撑这么长的时间。虽然从事实上来说，北约、欧盟等国援助了乌克兰大量的军火，但正如东乡平八郎所说，军事实力并不是只意味着武器装备，更为重要的是使用这些武器的人。而俄罗斯军队的人的问题一直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可以分为2个方面来说，一个是俄军的指挥系统腐败不堪，另一个则是基层兵员质量参差不齐。我们先来看看指挥系统的问题。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军队我们就不说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打了几场仗，例如车臣战争、格鲁吉亚战争等。一方面来说，规模都比较小，没什么参考价值。退一万步说，俄军在这几场战争中算是虽胜犹败，打得远远称不上漂亮。例如在车臣战争中，就有被俘的俄军士兵回忆道，指挥官不给我们地图，也没有说明，就是告诉我们跟着前面的 BMP 走就对了，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走丢了。到了早上，我们完全和部队失去了联系。我问我们的长官这是哪儿，他说他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在火车站附近，他也没有地图。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之后，俄罗斯启动了新面貌军事改革，推进军队指挥体系的现代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自己的说法，新面貌包括了优化部队编程、优化指挥和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军人薪酬、保障军人住房、进行职业化培训、提升训练水平、更新装备等一系列的具体措施。目标就是建立一支规模适度、编制合理、面向当代局部战争需求的常备军。用人话来说，就是大规模裁员。缩减部队的规模是很常见的军改做法，尤其是俄罗斯这种缩完了还有100万常备军的国家更是如此。但俄罗斯这边的缩法实在是令人难以直视。例如缩编军官数量的时候，让大批准尉和海军准尉退役，导致俄军职业化水平大幅度倒退，基层管理一团乱麻。俄罗斯国防部不得不厚着老脸召回一批已经退役的军官，推行勤务保障社会化，也就是把军队的后勤供应外包给外部的商业公司来干。稍有商业嗅觉的朋友都能意识到，别的不说，就光是给100万俄军提供1日3餐，就和印钞票没什么区别了，更别说各种保障工作了。于是乎，但凡是能跟俄罗斯国防扯上关系的官员都赚了个盆满钵满。远的不说，我们来回顾一下2024年发生的库尔斯克战役，各位就知道俄军贪腐有多恐怖了。2024年8月6日，乌克兰武装部队越过俄乌边境，攻入俄罗斯本土的库尔斯克州，俄军几乎是长驱直入，就拿下了10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大家可别忘了，库尔斯克和乌克兰领土可是接壤的。俄乌战争都打了2年多了，俄军竟然几乎完全不设防，令许多网友啧啧称奇。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早在2022年中旬，库尔斯克的边境防御工事就开始建造了。当时的库尔斯克州政府签发了3个总价值高达120亿卢布的合同。那么是谁那么幸运拿下了这个大单子呢？答案是当时的州长，现在担任俄罗斯交通部长的罗曼·斯塔罗沃伊特的亲戚。2022年10月，这位州长大人就声称2条加固防线已准备就绪。但2023年有媒体爆料称，这些防御工事其实都是样子货，里面全是空的，长满了灌木和杂草。那么既然工事靠不住，库尔斯克的俄罗斯军队呢？俄罗斯的国境线是由俄联邦安全局下辖的边防军守卫的，而库尔斯克州的边防部队其中大多是年轻的义务兵，他们装备简陋，缺乏训练，其中的一些士兵甚至连武器都没有。
也就是说，在乌克兰发动攻势的时候，库尔斯克地区根本就没有能够发动反击的军队，不得不依靠外部的增援来挡下乌克兰的进攻矛头。而这些前来救援的部队也是乱糟糟，什么人都有，例如顿涅茨克的民兵、车臣的特种部队、直属俄罗斯总参谋部的特种部队、前瓦格纳雇佣兵等等。但问题是，库尔斯克不设防这个事儿，就算是普京可能也摸不着头脑，因为这个地方从名义上来说应该驻扎着第44集团军，作为俄军哈尔科夫方面的后备力量的，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不过这个第44集团军也不一定是故意吃空饷的，俄军募兵困难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2022年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之初，俄罗斯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多线推进，120多个营级战术群，共计约15万俄军参加了这场突袭，占据了俄罗斯可部署地面单位的 75%。必须提醒各位的是，这些营级战术群可能是俄罗斯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开始就攒下来的家底，可以说全部是俄军的精锐。俄军总参谋部就指望着这群天兵一到，泽连斯基望风而逃，在几天甚至是几小时内拿下乌克兰。但结果大家也看到了，俄罗斯的这场迷你闪电战根本没有达到闪击基辅，逼迫泽连斯基政府垮台的效果，都用不了几个月，只是前几周俄军就出现了大量的损失，不得不临时抽调瓦格纳这种私人军事承包商来填补千疮百孔的战线。但很快瓦格纳也不够用了，于是2022年9月21日，普京宣布进行部分动员，征召30万俄军预备役。也就是说，开战刚刚半年多，俄军就不再是什么精锐部队了。不断扩大的伤亡导致俄军必须千方百计的拉壮丁来填补前线的空缺，这和前面精兵简政的新面貌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一轮又一轮的征兵条件放宽后，一次又一次的增加参军奖励之后，俄军阵亡士兵的平均年龄已经从2022年初的 30.2 岁来到了2024 7月的 37.8 岁。从这两个图表上，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个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越南战争期间阵亡的美国军人的平均年龄不过23岁。尽管这有着时代更替、二战后婴儿潮等等诸多因素，但平均年龄接近40岁，毫无疑问地折射出俄罗斯的兵源正在快速地被消耗着。另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战前俄罗斯男性的健康预期寿命为 58.2 岁，很难说40-50岁的俄罗斯军人还保有多少战斗力。那么既然俄军士兵已经捉襟见肘，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吗？普京给出的答案是寻求朝鲜的帮助。2022年，朝鲜的金正恩政权第3个承认乌东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第一个当然是俄罗斯，第二个则是不久之前垮台的叙利亚阿萨德。实际上，自从2022年9月俄乌战事受挫开始，俄罗斯就在和朝鲜接触，例如雇佣朝鲜工人前往俄罗斯远东地区搞基建，从朝鲜秘密购买弹药等等。当然了，俄罗斯自己肯定是不承认这个军火交易的，但问题是不承认可能比承认更尴尬，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俄军的炮弹常常出现哑火失效的情况，这个锅还是丢给朝鲜人来背比较好。2023年9月，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外界纷纷猜测这是普京在寻求朝鲜的弹药储备，但同时有情报分析称，朝鲜方面主动提议要派遣士兵援助俄罗斯。2024年6月，普京亲自访问平壤，签署了所谓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金正恩将两国关系描述为炙热的友谊，而接下来的故事大家想必也都有所耳闻了。比起未经训练的俄罗斯壮丁，训练有素、整装待发的朝鲜军队可以说是俄乌战场上的生力军。截至到2024年底，已经有至少1万名朝鲜士兵出现在了俄乌前线。不过他们部署的位置还是比较保守的，这些朝鲜士兵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俄军夺回库尔斯克，也就是说还没有进入乌克兰的领土。不过如果战事进一步推进，想必我们能看到更多的朝鲜人出现在乌克兰的领土上。那么问题来了，朝鲜军队为何要主动给俄罗斯卖命？尤其是乌克兰和朝鲜可是隔着半个地球之远，朝鲜士兵怎么会不远万里跑到俄乌战场上送死呢？实际上，由于朝鲜半岛长期的南北对峙，朝鲜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之一，现役的军人总数超过120万，甚至比俄罗斯还要多。朝鲜人保有这么大规模的军队，显然是为了击败韩国军队，完成统一大业。但问题是，朝鲜的军队近些年来根本就没有经历过什么像样的战斗，更不要说近些年的现代化战争了。再加上朝鲜本身闭塞，被国际制裁严重，军队的现代化程度较低，更不要提什么信息化。仅从这方面来说，跟南方的韩国军队一比，几乎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更不要提和美军比了。
也正因如此，随着南边韩国的军队实力越来越强，朝鲜军队急需吸纳先进的战斗经验，来推进朝鲜自己的现代化军事改革。而深入参与俄乌战争之中，毫无疑问是最佳选择。从近些天的新闻，我们也能看出，这些朝鲜士兵除了年轻，可能真的不适应现代战争的心态是。正如我们一开始说到的，朝鲜军队刚投入战争没多久，就有了少说1000多人的伤亡，而且还是在2线战场的库尔斯克。如果把他们丢到红军村前线，只怕早就溃败了。因此，可以说朝鲜正在利用乌克兰战场实现其军队的现代化改造。除了国家层面的宏观考虑，朝鲜派兵参战也充满了现实因素。根据韩国情报部门的推测，俄军开出的价格是每人每月$2000，但这$2000可不是发给朝鲜士兵的工资，其中绝大多数都进了朝鲜国库。至于这些外汇会用来干什么，就不是前线士兵操心的问题了。另外，自从上世纪80年代苏联停止援助以来，朝鲜就屡次出现大规模饥荒，甚至2019年6月，联合国还报告了朝鲜的粮食短缺问题，影响到了朝鲜40%的人口。朝鲜的宿敌韩国一直是朝鲜最大的粮食援助国，但几百万吨的粮食想要喂饱朝鲜的近2000多万人，还是太困难了。而且自2006年首次核试验以来，半岛局势紧张，朝鲜一直被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着，甚至普京都在2017年签署过制裁朝鲜的总统令。国际社会对朝鲜可以说是避之不及，甚至连粮食援助也一度中断。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抱上俄罗斯这个大腿，朝鲜国内的经济形势必然会有着相当程度的改善，尤其是朝鲜的能源问题更是有望得到解决。毕竟朝鲜由于缺乏石油，直到现在还有很多汽车使用煤炭甚至是木材作为燃料。好了，现在我们算是对朝鲜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朝鲜和俄罗斯的合作到底能够走多远？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朝鲜的第一目标仍然是实现半岛的统一，因此绝不可能将朝鲜军队全面送往俄乌前线。因此俄罗斯军方也不太可能在未来的战斗中大规模的在重大战役中投入朝鲜士兵作为主力。至于朝鲜接下来会不会增兵，会增兵多少，目前看来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朝鲜人参与到俄乌战场上来，显然是给本就不确定的国际形势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因素。